龙有哪些性格特征呢？最明显的，它比较容易生气，嗔恨心重，这也是它们堕落为龙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或许有人要问了，《西游记》里的龙王好像还蛮好，蛮憨憨的嘞。其实那是经过咱猴哥和观音菩萨调教之后的结果。龙还有一个性格特征，就是它们很豪气。不信你看猴哥初到龙宫就要这要那的，龙王大手一挥，就一个字给他。因为他们在过去世也是常行大布施，龙的福报大，家里有钱，不管是住在海里、江里、湖里、潭里、池里，甚至井里，他们往往都有自己的宫殿，而且装修华丽。除了超能力，龙还有超能力，行云布雨不在话下。因此，农业社会，龙也常常受人供奉，享用人间烟火。龙不但有钱，有些龙还很有文化，家中藏书丰富。有一个传说，就说龙树菩萨正是因为受到大龙菩萨的点化，将华严经从龙宫取出，带到人间，才让我们能够见识到什么叫不读华严，不知佛家之富贵。龙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嗜睡，而且一睡就没有办法隐身变化了。经典里记载过，有一条龙因为睡觉，不但耽误了自己的学业，还迫使释迦牟尼佛不得不改动僧人出家受戒的规矩。看到这里，觉不觉得这龙怎么是霸道总裁的人设呀？活得也太舒服了吧？其实不然，龙这个霸道总裁也有苦恼啊，而且还是致命的。这就是经典里提到的金翅鸟，龙的致命天敌。金翅鸟因其两翅羽毛是耀眼的金黄色而得名，它是佛教世界中体型最大、性情凶猛的食肉飞禽，而且它吃的肉就是龙。它不但吃龙，还每天吃龙；不但每天吃龙，还每天吃很多龙。经典里说，它是一天一条大龙王，外加500条小龙。金翅鸟一天就能周游4天下，而且具有神力，两个翅膀一挥舞就能劈开海水，让龙无处遁形。有一个好消息是，龙按出生方式的不同，有胎、卵、湿、化4种，金翅鸟也是一样，而且不同种类的金翅鸟只吃属于自己的那一种龙。金翅鸟族群的食谱就是如此的井然有序。与此同时，还有一个坏消息，就是金翅鸟总是与自己匹配的食物住在同一个区域。对于龙来说，这是典型的怨憎会苦了。虽然龙有金翅鸟这么厉害的天敌，但咱们人类在遇到恶龙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召唤它，那怎么办呢？经典里有一些参考案例，第一个就是净元息律，消除嗔恚；第二个就是显示神通，让龙知道你比他还厉害。具体怎么做，博主也没地儿查去，查到了也做不到，就主打一个不求甚解吧。不过大孤山龙这个故事的最后，陈大人退龙的办法好像真的可以参考一下。